谢谢啊。刚才是烧饼和曹鹤阳小哥俩俩徒弟，是，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换上我和于谦老师来。哎，我们俩说一段。这么多年来很少来沈阳，还是当初侯耀文先生活着那会儿，跟着铁路文工团对来沈阳演过一次。对，啊，记得是一个冬天，好像是。哦，这一晃10年了，得有。今天来觉得沈阳比那年暖和多了，多新鲜！现在是夏天啊，人人都扇着扇子是吧？啊，谢谢吧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破费了各位，谢谢。很少来，今年是德云社成立第20个年头，所以说东三省的演出一站一站的走下来，还要演。哎，沈阳是头一站，对，今天尽量咱们多说一点吧，好吗？都高兴。好，再见。什么叫再见？哪儿刚见面就再见？我以为他是家走了，他要啊。听见了。尤其这边这边上边的啊，谢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因为下边 VIP 然后掉下来得补票。没有提醒这个的。你看大伙儿穿着裙子，穿着短裤，摇着扇子我们俩人还穿着棉的呢，这是啊。明天我就换旗袍。这个一看大伙儿这个状态就看得出来，您各位都熟悉我们，喜欢我们，是诚惶诚恐，不敢当，真是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如果我们2个人之间要比起来呢，可能谦儿哥更好一些。哟，您太捧我，这算是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吧，是吧？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呢？您这什么叫表演艺术家呀？咱们欢迎著名表演艺术家。别说连了，表演艺术家谈不上。表演干了这么多年了，很多观众夸咱们自己知道没那么好。是，哎呀，郭德纲你们说的好，没有列位不敢这么对我身材。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。会有的哈。连客气都不让客气，您会有的真是您夸我，我自己心里最明白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是我无非就是浪得虚名，真的。您太客气，他是浪得难受。咱们俩都是浪的，反正是。相声到今年大概有150年左右了。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呢？难了。不容易，反正你花1个亿拍一个电影，也有人不爱看，那很正常。街上耍猴的也会有他的粉丝和拥趸，是艺术就是如此。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没有这事儿。大点声，大点声像话，爱听啊，您这是真是。我心里是最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大伙儿您这是捧，这是抬爱。当然相声要想说好，4个字的窍门。哪4个字？雅俗共赏。这我们经常说这个呀，但是很难，是吗？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你这很辩证的，这是。无淤泥焉有荷花呀？难就难在这儿了。所以演员拼到最后，第一是文化，第2是健康。这怎么还有健康啊？这里就这4个说相声的坐在一块儿对着骂街。谁活到最后谁是艺术家。是啊。这还有长寿的事。你看，你瞧，35死一个，42死一个啊，51丢一个，就剩那活107。他说什么是什么呀？健康比艺术还要重要。那倒是那么说文化，这是我也常说的。您往这儿看，
我，中国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人了。哎呦呦，可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看，真的真的啊，哪儿啊？于老师在我们这行，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，后台来观众，郭老师您签一字吧。哦，接过笔来写郭德纲，都写名字呀。这儿挪过来，于老师您签个字吧。也找我，于老师把毛笔掏出来了，用毛笔见身份呢，写毛笔字儿的于谦儿，这多好啊！研得了墨，添宝笔，站好了，嘿，给人写于谦。签名啊，哎，你还先等会儿，哎，不，这还回来，我都写门框后头去了，我干嘛？我这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？我这名字那么长啊，净写错，哎嗨，那就更不怎么样了。这个写字儿画画在我们这行这份儿。我也喜欢画画哎，我没想到啊啊，40多岁的人了啊，竟然还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进修。我从基础学起呀。您好，我叫于谦。哦，哟，于老师来了，认识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要报名培训班学画画。真学？哎呦，敬佩您这个年纪还愿意学，是欢迎您。好，我想从基础练，就是有没有那个人体素描啊？哎，我这也太基础了吧！我这就是这个啊，大姑娘小媳妇儿脱光了让人画。哎呀呵，我这是学画画去了吗？对，当然啊，有的时候也有个男的脱光了让人画。废话都有。我可以来报名吗？啊，来签字儿，贴相片儿来，您以后就是我们这儿的学员了，收了我了。 40来岁人跟着孩子们一块儿上课，去了2天就不去了，怎么不去了呢？嫌冷。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，合着那是冷那个，就是这么善良，这跟善良挨着吗？您这说相声的我认识多了啊，最善良的就是谦儿哥，反正咱心好。黑龙江哈尔滨啊有德云社的分社，是没事儿的时候我们上那儿去玩儿去啊，尤其冬天我爱去。 怎么看个冰灯啊，什么玩玩挺好。对，德云社那后院啊，黑龙江德云社后院，有这么铁栏杆，这么一溜有，冬天啊，哈尔滨的冬天啊，冷。我指着那栏杆，谦儿哥，敢舔吗？您这也缺了德了，您这个一般的弱智都不会舔的，我还不如弱智呢，是吧？敢舔吗？啊，马上就过去了，来，哎呵，好不了，站那儿了，那还不粘那儿？一蹬呲啦，皮都下来了，这都贴上了，那个就这么善良，什么善良啊？转年夏天啊，6月3伏，干嘛呀？我们俩又去了，又到哈尔滨。哈尔滨黑龙江德云社后院。哦，我一指那栏杆啊，于老师，敢舔吗？这夏天就不怕了。过去了，就这一溜栏杆啊，我这解气呢，是怎么着？舔30分钟，没什么事儿吗？好，行吗？刚刷的油漆呀，好家伙，我给人赶了一遍油漆，合着是人好啊，人好哦，家教严谨，哎，我们家教倒是很好，真的啊，就是从于老师的父亲来说啊，你往你这儿拍什么？你提我爸爸，你往自个儿这儿拍什么呀？这个我真得批评你了。批评我？你要说俩孩子说相声，一个7岁的，一12的啊，俩人站这儿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观众会觉得很厌恶，人家不爱听，讨厌。是到咱们这个岁数，谁是谁爸爸，怕什么？不行，什么岁数这也得弄清楚了啊！我都没往心里去啊，我往心里去了呢。就说他父亲啊，比如说于谦的父亲啊，这手势也不少。这还有招手的，你这往后头点行不行？你爸爸有男有女，你看了吗？不是啊，废话啊，不能用这手势。这边不是啊。别，没您这不厚，是个大家庭。什么大家？说提我爸爸，那这手势行吗？这样啊？没有，就落下中间的了，合着。他们心里有数啊。说到谦儿哥的父亲，咱实话实说啊，那个老爷子这份儿，还不错，人特别的好。是，关键是教育子女，咱们看着，哎呦，这是我爸爸多好
教子有方，这个心态。哦，他们家俩孩子，是，谦儿还有一个姐姐。哎，这老头儿管孩子管的都苛刻。那就严厉呀、于谦儿的姐姐是北京当年的高考的状元，学习的尖子。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。哦，那是留学去了吗？那个、啊，留学东莞像话吗？我也问他姐姐啊为什么要去东莞，啊，姐姐乐了，他说什么呀？我要从基层做起。对，对，没挑一好层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啊。那会儿老头儿跟闺女说了啊，学业为重，哦别交男朋友啊。哦，先立业，你说那玩意儿18、19大姑娘不让人交朋友，那到岁数了，咱看都残酷啊姐姐够样的，真没交。就这么些年来就往家带过一个男孩儿哦，啊，就是这个想跟他交往，让父母见见嘛，看看呗。跟他爸爸吃过一回饭，喝了一顿酒。哦，老头儿很不满意，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怎么了不能做我的女婿。啊，这个孩子酒品不好，哟，人品更差。怎么见得呢？这个跟我喝酒的时候，竟然说给我找个小姐。也是喝多了。我最恨这个说了不算的人。哎啊，不，这小姐要找了就同意了是吗？老头儿让人感慨，感慨呢还，很棒。反正我见过这么些个人，没有像你父亲这么了不起的了。怎么呢？ 80年代他父亲就辞职，哦，下岗自己做生意当个体户。下海了。那个年头不是这么容易啊，自己钱花进去了，找朋友借，借完了还不了，欠债。那是他爸爸那会儿，欠了一屁股债呀，那可不是，还不上。后来想实在不行啊，就把这一屁股卖了吧。啊，没听说过，欠债还钱去，卖屁股不管用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别说这么牙碜。什么叫牙碜？欠债还钱，欠一屁股债，这是北京土话。你爸爸有志气啊？没听说过，这跟志气没用。有，那就他想我怎么还债，我得卖点什么，这个意思。不是，卖点什么就卖屁股啊？不是，因为你爸爸他有志气，有志气。你把说清楚了，有志气。他做生意还钱。对，他卖，他是上吉林去卖。吉林那儿有要这个的，是怎么着？不是你怎么了？不是他是去卖身，那还不如卖屁股呢。这个，好歹这是局部啊。一言不合就卖身，是吧？不是你把它说清楚了，卖人参。您把它说明白，那落一人字儿，知道吗？吉林野山人参啊，说人呢，差这一个字儿，差什么了，对吧？不，那不行，差一个人字啊。对呀，他爸爸是一个卖参的人啊，这不对啊，搁后边了，搁哪？搁前面？搁前边。他爸爸这个人卖参，哎，那过了，要了亲命，过了等下一回。卖人参不行，卖人参啊，吉林野山人参，这就对了。够6两的就值了钱了，到7两就了不得了。嚯，要是过了1斤，那就是王了，宝贝了。人他父亲卖的人参啊，5斤起步。哦，嚯，水萝卜呀是怎么的？哎，这是人参吗？又白又胖，还是萝卜，切片吃都行。怎么？对，还补气呢。咱不懂这个，没有这么大的参，反正是发了财了。哦。80年代中期，老于家满屋的家用电器，那时候就全了。正当中25寸啊，黑白大彩电，这到底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？这个我们看是彩色的，他父亲看是黑白的。怎么呢？因为他父亲是一个那个色狼。哎，色狼，什么？色盲，很忙。他爸爸很忙，还是色狼很忙是吗？不是色盲，对，色盲。哎，眼睛不好。这边啊，电冰箱，哦，这也有3开门，都干什么用啊？上边冷冻，中间冷藏，底下掏炉灰。哎，好，连炉子都省了。老头看着屋里东西啊，都有了，全齐了。冰箱、彩电、摩托车，嚯，录音机，瞧瞧，我还就差一个洗衣服的机。今天晚上我就拿钱去买。你这行了，花多少钱我也舍得。那叫洗衣机，知道吗？还会洗衣服的机。现在这鸡谁给洗衣裳啊？不懂啊？
哦，什么呀？别胡说八道啊！这洗衣机，反正是有钱了。啊，就是老爷子自个儿就说啊，我这前半辈儿太凄惨了，哦，穷的不行。尤其在吉林卖身那些年，就别提卖身了，受尽了凌辱和辛苦啊，还是卖身呢？这个不是就不容易啊，说人参，现在有钱了啊，我要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，这怎么报复？要让我的后半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要干什么呀？首先，老头儿先雇了4名丫鬟，还雇丫鬟？旧社会大户人家都有丫鬟呢。啊，都有使唤用的。现如今我有钱了啊，雇4个丫鬟，4个，雇4个大丫鬟。嘿，进门来先把名字改了，都改叫什么了？改你名啊啊，白菊花、粉菊花、红菊花、绿菊花。丫鬟叫菊花啊？因为你父亲的学名叫于玉菊，怎么那么难说呀？这名字天天一点名啊，想我于玉菊，嚯，带着你们白菊、粉菊、红菊菊。哎，好嘛，我于菊。哎，行了，这先早上起来先练绕口令，这哎，4个丫鬟伺候老头儿。哦，早晨起来，你爸爸这儿洗漱完毕，4个丫鬟搀着，给老爷子搀在旁边有间房子。哦，这屋叫拔毛厅。什么叫拔毛厅啊？拔毛厅，你这玩意儿那叫拔毛厅？大户人家啊，单有一间屋子拔毛厅。干嘛？你爸爸坐在正当中。哦，这4个丫鬟站好了，白菊花、红菊花、粉菊花、绿菊花，你爸爸在当间儿。哎，我爸爸坐在菊花中间了，他都没掉下去，是吧？掉不下去，太小。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什么叫窝窝戳戳的？老头儿这儿一坐，想我玉菊。行了，别倒腕了。哎，来开始吧。干嘛呀？4个丫鬟，拔毛厅啊，拔毛厅这是给你爸爸拔这白头发。拔白头发，单有一屋。单有一屋，家里本来啊，其实房子并不是特别富裕。哦，把家里那厕所改的，这不也是浪催的？拿厕所改。把厕所改白毛厅，挂着匾。哦，爸坐在这儿，是4个丫鬟给找脑袋上白头发。这也真拔呀，哎，一根白头发都不能留。显精神。哎，丫鬟给找，找着了。蹬着了。蹬这根，拔吧，拔了啊啊，来，走。哎，蹬头发推脑袋呀，这是。哼，好家伙！哼，这丫鬟这练铁砂掌呢吧？这儿关键4个丫鬟站4个角度啊，一块儿。嘿，嚯，哎呀，这行了行了，你爸爸当这儿，哎呦喂，哎呀，我爸爸非散了黄不可呀！这个于玉菊稳坐拔毛厅。哎呀，稳不了，这么坐着。拔呗，拔到最后，剩2根黑头发，就剩2根黑头发了。爸爸这看这2根头发，还就嗨，没有那么蓬松啊。2根头发来一大中分啊，蛐蛐儿他是2根头发中分，这不是蛐蛐儿吗？大中分，就别分了你爸还想呢啊，偏分好不好？什么呀？偏分，哎，怎么偏啊？哎呦呵，哎啊，偏分好不好？接着呢，要不还是中分是吧？就这样吧。背头呢？别提这啊，谁看得背见？头好不好？不好，陪头散发了。哎呀，好吧？别，这谁都看不见。要不编个小辫儿怎么样？编个辫儿，2根编小辫，2根拧个绳子也好啊，是吧？别费这个劲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行了，2根头发，就中分吧。可开心了，哎，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为什么呀？要对得起自己。怎么了？白头发不能有，皱纹不能有。那人老了总归会有皱纹。我见过这做拉皮儿啊，他爸爸头一个就这个岁数的。50岁他父亲就弄拉皮儿，就嫌有皱纹。拉皮儿都知道哈，拉一口子往上蹬，对，蹬这皮，蹬这皮往上蹬，这脸就平正了。是。他爸爸50岁那会儿，咱国内还没这手艺呢。50岁，他爸爸一照镜子，怎么了？我爸爸东方不败呀，是怎么着？怎么说着改兰花指了他？怎么有白头发了？哎呦呵，
皱纹也出来了啊！顾影自怜。我是不是老了呀？啊，是老了。皱纹怎么办呢？他妈在旁边乐啊，他说：“好家伙，老两口子长反了，哪儿有胡子呀？老太太能有胡子吗？”哎呀嗨，这一嘴儿也不像话。查呗。查。有人说了，国外有这手艺，拉皮儿，拉一口子蹬上去，这叫整容。他父亲买张机票，奔泰国啊。说泰国大夫狠，知道吗？这很像话吗？切得干净。这不是一个手术，不是一个手术。哪有啊？韩国好啊，打泰国改签奔韩国，这就对了。思密达，受累啊，给我蹬蹬吧。哎，来了这个，切刀往上蹬。回来老头高兴，怎么样？又来了，真好。哎呦呵，一皱纹都没有，这连嗓子都蹬上去了，这个真棒嘿！哎，行了，别捧了，高兴啊。到60岁怎么样？这皱纹又下来了，又过10年了吗？买机票啊，奔泰国。哎，怎么又奔泰国呀？ 10年都忘了啊。好，这打那儿改签奔韩国。哦，思密达，你受累吧，老来受不了，给蹬蹬吧，使点劲吧。韩国人给他蹬，哦，蹬回来高兴，行吗？哎，比上回还好，哎嗨，特别平整，你看看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一皱纹都没有。行，哎呀，就这声受不了这个。到70岁啊，他爸爸这脸，哎好，杀皮狗了，您这一说，没有那么大了，哎，这没有那么严重。买机票奔韩国，这就对了，改签泰国。哎，好，非去趟泰国呀。又飞回来。哎，这思密达，受累吧。韩国人真行，这走，哎，这使点劲吧。哎，人家也烦了，蹬上去，哎，再回来脸平整，特别好，好就行。就是唯一的遗憾呢，太阳穴这儿一边有一个肉疙瘩，这肉疙瘩怎么回事啊？蹬的劲儿太大了啊，胸口的皮上去了。哎，这没听说过，胡说八道，太夸张了，您这个。反正老头这个状态我喜欢啊，真的啊，早上起来从弄完这头发就别提这头发啊，就坐在这儿养尊处优这个状态啊，符合身份啊，真好。哎，只要一拔完头发，你爸爸看看这4个丫鬟是，哎，什么毛病？那个就别捋这头发了，你来吧，干嘛呀？喝奶。喝奶，早上起来，不是你要说什么什么毛病？你提前告诉我一声行不行？你要干嘛？喝奶怎么了？喝牛奶啊？就是啊，你以为呢？啊，我也以为喝牛奶呢。您这一乐吓我一跳。4个丫鬟伺候你父亲啊，喝奶，喝奶还用4个人伺候吗？有一回喝奶就受伤了。这喝奶有这么大篓子吗？喝着半截啊，那牛坐下了啊，趴牛肚子底下喝去了，那是受伤这玩意儿。咵坐上了，哎把脸都挤歪了。呵，好嘛，4个丫鬟伺候你爸爸喝奶啊，喝完奶回屋开始得吃饭了。啊，这才吃饭。早晨起来要吃北京的名小吃，叫什么呀？卤煮。哦，就卤煮小肠，就是猪的小肠啊。对，切碎了，来点蒜一煮，一大碗。是，早上起来他爸爸坐在这儿，没有那么大声，爱吃啊。中午换菜系了，换什么菜系了？炖吊子。那不是换菜系了，那就是换大肠了，知道吗？猪大肠为什么叫吊子呢？啊，北京人卖猪大肠，他论挂。是啊，一挂猪大肠，拿铁钩子一勾，往上面一吊，吊着，吊起来了卖，所以猪大肠叫吊子。对，弄好了，切碎了，来点蒜一煮，也这样。他爸爸来一大碗，你听这声就是更爱吃了。那是，哎，到下午3点，这个下午3点有一顿下午茶。下午茶吃什么？小点心。哦，微波炉打的热榴莲。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热榴莲还微波炉打，也不是谁告诉他的啊。说这打完栗子味儿，嚯，他信了。哎呀，这好，这榴莲打完屋里跟茅房一个味儿。好嘛，能好闻吗？那个
单有一个盆儿，是老头下午必须要吃的。哦，童子尿炖鸡蛋。吃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新鲜。这童子尿到浙江东阳一带啊，春天夏天之间必须吃这个童子尿炖鸡蛋。童子尿，小孩儿啊，就是啊，小孩儿小童子童子吗？撒了尿，拿那个煮鸡蛋，吃完之后，人家说一夏天不中暑。啊，真有讲究。可是很小众，就是东阳横店那一带吃。哦，别处没有。他爸爸也不跟哪儿淘换这秘方。他弄这个，哎，但是他没弄明白，怎么叫没弄明白呀？我要吃同志尿炖鸡蛋。同志尿啊！他把他单位那些个老同志都找来了。好家伙！老哥几个为了我的幸福尿尿吧哈！哎，这嗨，这大桶尿完之后，哦，一过滤有半桶的结石，哎呦，剩下的给他爸爸煮鸡蛋啊！哎，他最孝顺，伺候他爸爸，我还伺候着给。包鸡蛋吃啊！哎呀，老头儿，你来俩，哼，吃不了，我这不行，吃不了，啊我喝点汤吧。哎，去，那不就是喝尿吗？那不是，大孝子，喂，这好，我就喝尿大孝子啊到晚上，啊。他父亲要吃点清淡的了，清淡的是什么呀？大肠刺身，生吃大肠。活猪现宰。好家伙，这猪捆好了，杀猪的嘴里叼着刀啊！等老太爷午睡起床，哦，门帘一开，4个丫鬟，白菊花、粉菊花、红菊花、黑菊花出来了，他们先出来。站两边。哦，打后边你爸爸出来了，哎，还捋着头发呢。老太爷杀猪嘛，杀，哦，嚯把猪杀了，手进肚子掏肠子，啊这大肠头找你爸爸这嘴，啊！先往嘴里搁你爸爸一嘴叼住了啊！全身心的劲儿啊！哎呀，嘬呀！叼着肠子头的这么愣嘬呢，不是吃肠子呢，就吃肠子里边这点猪粪呢，那是。吃的倍儿干净。哎，这好，比洗的还好呢。那是啊。猪肠子抢回来，人家拿走了啊你爸爸算是饱了。饱是饱，还省消化了呢，这个。哼。很肮脏的一个人。嘿，您说这玩意儿都像话吗？哎，打这儿起到睡觉前啊，吃的东西就很在意了啊，就吃，顶多临睡前吃一点补品，补品是什么呀？红糖腌的人参啊，这是好东西，整根儿的吉林野山人参1斤往上的，好的，拿红糖把它腌透了，嚯，每天睡觉前吃2根儿啊，野山参1天2根儿，2根儿。哎呦，吃了5天，眼珠子都红了啊！5、6天不上厕所，老憋着问唐僧到哪儿了。哎，好嘛，改妖精了。走街上碰见我了啊，大爷您怎么了？我有5、6天没上厕所了啊！我是不是红糖人参吃少了？哎呀，好还少呢。我心说呀，红糖人参呐，忍大象你也受不了那么吃啊！多新鲜呢！我说老爷子，您听我的吧，别吃那个玩意儿了。哦，您换点香蕉吧。哎，海南香蕉又大又粗又甜，多好啊！过2天我又碰见他了。是，这个香蕉管用吗？不管用。哟，又好几天没上厕所。你瞧，怎么会吃完了不管用呢？吃啊，多新鲜呐！你以为呢？哦，没有这么用的那玩意儿我应该告诉他买甘蔗就好了。哎，好，不用再加码了，就升了旗了就。哎，这好调起来。我上药店买了2个巴豆。哎，这是泻的。大爷吃这个吧。巴豆，吃完之后腹泻如水一般。是，老头真听话睡觉前把这俩吃了，这就管用了。关键有一点呢，他这些日子睡觉睡眠不好，那怎么办呀？又吃了几个安眠药。这玩意儿一块儿吃的呀？好，这安眠药强效美国进口准睡12个小时，睡一对头。那巴豆20分钟起作用。哎呦，看谁打的早晨老头一睁眼呐哎呀，别看了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别看，这是黄土高坡吗？这反正我很爱这父亲真是这个老头太可爱了，生活有规律，规律倒是。平时这个安眠药打死都不吃，那没用啊。每天就是早上该吃，就是咱们说那
拔毛厅啊，别提这个，喝牛奶什么的啊。吃完之后一定出去遛弯，雷打不动遛弯。哦，还走去，连走再上厕所。上厕所，因为家里的厕所改了拔毛厅了。哎，好嘛，真下本儿。离得最近的厕所40公里，太远了，这也。哎，老头儿得从这儿走了40公里上厕所。哦，啊，有时候也怕担心，说半道受不了啊，是憋不住啊，穿一纸尿裤。那还上什么厕所呀？那得去啊，上那儿厕所换纸尿裤去好。哎，嗨，这个贫劲儿的。有的时候街坊四邻一看老头儿出来了啊，大爷您挺好的，聊几句。如果老头儿站着不动了，就没人理他了。哦，那就等着呗，那就。本来出来遛弯挺开心的啊，走着走着他爸不动了，定在那儿了2、3分钟吧。哎，这尿完了，这是再往前走。哎，好，您这我就爱找他爸爸聊天去。哎，有时候走到街上看他爸跟那站着了，我就等着他。啊，一会儿看老头儿，哎，你好，这大爷尿完了，恢复正常，挺好，就跟定住了似的啊。爱这老头儿，一块儿聊天，听人家给咱讲人情世故，那就是上课。哦，还讲一块儿走的过程当中，我认为是个求学之路。你瞧，那回也是啊，我都感动了。哦，我跟老头儿遛弯，走着走着，突然间，前边也不知谁这么没有公德心，怎么了？出来遛狗，那小狗跟街上排便。哦，狗拉屎了，也没有多少，反正是啊，哎，好家伙，这排这便比狗都大呀，这个。呀啦嗦。哦，没有那么高。哎，我这人走道我愣啊，我这抬腿就走。我这都没看见。他爸爸这，我告诉你德刚啊，你又尿了，你这条件反射呀，是怎么的？看见屎他尿啊，我还纳闷呢啊。这也是说尿就尿，一句话都说不完。等着吧啊，等一会儿老头儿哎，这还行，该说什么说什么。德刚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上年纪人跟你们是不一样那是。你说你怎么这么愣啊？尤其又来呀，尿频呢是怎么着？这离得太近了哈，就说是呢。这好，老头儿这倒没虱子了，这个全抖了去。你往后站。哦，让我往后站，我躲开了。哦，老头奔这狗屎去了。是啊，这是干嘛？哎呦，啊，怎么意思？屎，这多新鲜！得亏尝上，要不踩上了。这哦，还有我的呢，得嘞。别闹，有主人家。哎，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。是，高峰是我师弟，栾云平是我徒弟。哎，高峰卖力气，是吗？站台上汤40、50分钟从来不累。那是，话筒都湿了。嗨，也不至于，还至于湿到那儿去吗？这太没功夫了，这也潮乎的啊！一上来就有女观众给谦儿哥送花儿，多好啊！替你开心，都谢谢了。因为到哪儿演出都是最后一定是这个状态。什么呀？大批女观众就愿意嫁给于老师，嗨，给郭德纲生孩子。嗨，什么选择这是？我不抢着说，他给我砸回去了。这个只有说相声，观众爱搭下茬这叫互动啊，独特的艺术。但是你要是看个芭蕾舞、交响乐，你们可别这样啊，那不行啊，非让保安给你扛出去不可。其实这个一个是这门艺术接地气，对，一个也说明了对演员的要求，是吗？说相声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哦，这儿是难的，那跟观众斗智斗勇，这还牵扯到斗智斗勇。我有时候看观众接下茬，我就得看什么样的，什么样的？一般接下茬呢都是男孩多。女孩就是抒发感情，于老师睡觉去吧。什么呀？这是抒发感情啊！女孩没有别的要求，就喊于老师，我喜欢，就这个。男孩一般都带个女朋友，一对儿，他逞能啊。什么叫逞能？他是给女孩看。哦，我一般来说，我只要看俩人挺般配的，我一定给他机会让他成功。
啊，接上这。但一瞧俩人长得都那样，我就往死里弄你。哎呀呵，这您给决定了，这个你这玩意儿它是个乐趣嘛啊，这叫斗智斗勇，挺好啊。说相声为的就是开心2个字，大家都开心。尤其是跟谦儿哥在一块儿，我发自肺腑的痛快。跟我在这个舞台上，郭德纲只占20%。哟，那80%呢？谦儿哥和他的家人，哎，就指着他们呢，合着很愉快。你别看我在台上说的谦儿哥这个那个，但实际上在台下的于老师，我觉得是个君子。哇，哎呀，还君子。打一个比方，我认识他好几十年了，是谦儿哥这几十年里边，犯法的不做，犯误的不吃，有伤风化的事情从来跟他没有关系。咱不干那事儿，他连洗头房都没去过。我也知道你们不信啊，这还真没去过，咱他不懂。那是这个倒退个10几年前，好像挺时兴的洗头房的一个小房间，不丁点儿的小门小窗户，点这么大一灯泡，这粉色的哈，小灯泡。你别看他从那儿过，他不知那屋干嘛的。那对，都说哎呀，洗头房，你上那屋翻去，你把房拆了，他要有一把梳子，算我不好。哎，不用那个。里边坐一大姐姐，谦儿哥打那儿过，永远是目不斜视，直接就过去走过去了。非得这大姐敲窗户喊他，还叫噔噔噔玩会儿嘛。嚯，谁玩谁呀？这个怎么这么粗的声啊？这个走过去就傻了都。那吓的呀。多少钱？别问价儿了，我不是不进去吗？我问什么价儿啊？单纯而又善良。问清楚了。你要上那儿找说相声的1级演员、2级演员，相声大赛1等奖有的是，都在那儿呢。有的是，有人去能拉一车出来。谦儿哥没去过，我认识说相声有俩没去过。哟，还谁呀？那个是孙越。孙越也很正直，跟岳云鹏、跟小岳说相声那大胖子，是比这桌子还宽，那是胖，400多斤呢。他那裤衩脱下来搁在那儿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哎呀，没型儿，这是，太胖。这胖子没去过洗头房。他那很正直吗？进不去。哎呀，门太窄是吗？让人出来人不答应。那是这玩意儿没有露天作业的。什么叫露天作业？别给起名字了，您这胖子其实特别好玩。这孙胖子，哎呀，有时候净抖机灵。什么叫抖机灵啊？开个车带着他媳妇儿俩人出去，聊着天在车里边，胖子一低头，地上有一只红颜色高跟鞋。哟，胖子那汗呢，哇下来了，要穿帮，指着窗外边你看那边。媳妇儿往外看，他一伸手把这鞋捡起来，顺这边窗户扔出去，这踏实了。一会儿媳妇儿一回头，我那只鞋呢？哎嗨，扔错了。好玩。这个好玩是高峰也干过，高老板也有这事。我们这儿就刚才说相声的高峰高峰人特别好。直眉瞪眼奔着老艺术家那方向去的，这是就正统。就一个特点心窄。小心眼儿是吗？心眼儿这么窄。说明天上商店买东西，比如说10点开门，他早晨5点到。干嘛去那么早啊？他怕他喜欢的东西被别人挑了。就小心眼儿到这份儿上。从开门挑转一天，到晚上10点半，保安给他送出来，让人送出来，就这一天，买一个扣子，才一扣子，一个扣衣服扣买一个。回家琢磨一宿，转天还得退去。哎，这太细致了。这个一说出门演出，高峰死的心都有。干嘛那么难受啊？不放心媳妇儿在家。不放心什么呀？每次都是一说要走，先把小区保安都叫来。干嘛呀？来，给你200，你200，你的，拿着，一人200，替我看着我媳妇儿，做记录。他几点出去，几点回来，家里来人没有？这么看着
这等回来啊，把保安再叫来，来给你，来，这是你的，辛苦各位。后期款。那个这些日子我媳妇儿什么时候出去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哦，高老师您别，我们拿您钱，我们都亏得慌。怎么？你嫂子都没出来过。哦，不出门。家来人了没有？哦，没有，真没有。您别胡琢磨了，是吧？没来过。这些天啊，就来过一个送快递的。哦，到现在还没下来呢。啊，就来一个，就是那有事儿的这。高峰好玩儿。还有我们这主持人侯震，又说到侯爷。少侯爷。侯爷那疼媳妇儿疼得过分。疼媳妇儿是好啊，我跟他一吃饭我都烦死了。怎么呢？咵拍一黄瓜，侯爷眼泪就下来了。怎么？我媳妇儿还没吃拍黄瓜呢，哭了。给弄一个啊！告伙计给弄一个，打包装好了，回去吃去。鱼香肉丝上来了，他哭了。我媳妇儿还没吃过鱼香肉丝呢。嗨，你给他炒一个，打包回去。宫保鸡丁上来，我媳妇儿还没吃过宫保鸡丁。你说什么呀？让你媳妇儿跟我吧。怎么改这话了？宫保鸡丁都没吃过。哎，对，跟你管个毛线用啊，是吧？太惨了。别人家日子怎么样我不知道，这里边最好的一个人就是谦儿哥，也就是我了。玉洁冰清就是你，真的。就这词儿都上来了。真的啊，他这个人，第一有钱，第二重情。哎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这个毛病随他父亲。我们爷儿俩嘛。他父亲你看跟赵大妈呀也好，别提赵大妈了。这不是换孙大妈了吗？那什么一说具体姓什么谁知道？嗨，你记不过来。别追究这事儿。他爸爸年轻那玩意儿，只要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就爱，这叫重情啊。谦儿也随他爸爸，我也这样。谦儿6岁的时候就爱上了自己的表妹，那就胡来呢，小孩儿。表妹叫绿茶，绿茶婊啊！别来这套啊，这词儿我们懂。表妹说不行，我不能嫁给你。小女孩懂，你是我表哥，我是你表妹。哎，不行。况且长大之后，我是要嫁给王子的。这怎么就非得嫁给王子？小女孩都有公主梦，那是梦啊。我要嫁给王子，怎么着？因为我觉得我肯定成功。怎么就必须成功呢？因为我拿筷子拿得远。这有什么讲究吗？你说这个玩意儿啊，也不谁说的，老太太净说这个啊。拿筷子吃饭，拿得近嫁得近，越远嫁得越远。对，有这么个讲究啊。表妹说我拿得远，我得嫁王子，就远就行。果然越拿越远，到后来2根筷子接在一块儿。呵好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。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。那小时候6、7岁什么都不懂啊。在结婚之前，我印象中，谦儿好像就交过一个女朋友。那不是也很正常吗？那我还见过，就现在想不起，好像是叫彪子不，我女朋友叫彪子大名叫铁蛋锤呀，是。呵，还是叫彪子吧？就狼牙棒是叫什么？别去了，别去，彪子挺好听的。昵称叫彪，还昵称呢。彪子算昵称，可好看了那个女孩一脸的护心毛。好家伙，谦儿那会儿也挺爱她。我俩人坐着一下午，弄一杯奶茶能坐一下午，就互相看着，就那个黑珍珠的奶茶，挺好的呢。俩人对脸坐着，叼着这吸管，我这是喝呢，是吹呢，我这喜欢泡，开心。彪子看着他谦儿，洗头房得出来了吧？这是怎么这味儿的这？谦儿，待我长发及腰。哟，这2年网上净这长发及腰这个那个那，我心说，哎呀，10年前人于谦儿就玩这个。我们就是彪子，待我长发及腰，这我得接呀。谦儿乐了，我拉屎要撩。哎呵，我这是搞对象的词儿吗？这个俩人开心呐，这还高兴呢，还吹，还连吹带吸呀。
彪子这黑珍珠奶茶，这黑珍珠就打鼻子眼儿出来了，哎呀，噼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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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恶心了。满桌子都是。哎谦儿乐了啊！哎呀，别捡着吃，太恶心了，嘿！哎，不能这样，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爱的都不行了啊！就这样还爱呢？彪子说：“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说呗。假如，假如啊，怎么着吧？假如我又丑又胖又笨又蠢，你还爱我吗？”哟，谦儿乐了啊！干嘛假如啊？啊，就是啊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句话有点伤人，太伤人了。这彪子气坏了啊，哭了。你瞧瞧，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于谦儿赶紧追他去，把门夺回来。哎，这彪子抱着门跑的是吗？这得多大劲儿啊！这个，好，这牲口，好家伙，夺门而出，感情是这么个意思。后来俩人没成功，那是我们家都没门了，还怎么成功？到后来，于老师认识了嫂夫人，就我媳妇儿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这老话说的对，俩人结婚了，挺好，感情好，恩爱之极，有基础啊。刚才在后台我都感动了啊！我们上场前换演出的衣服啊，把自己的衣服脱了，换演出的服装。是于老师一换裤子，我一瞧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人家两口子穿的情侣裤衩儿。这玩意儿，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啊？别想，高峰告诉我的。哎呵，合着我一人不知道，真是很好，好什么呀？真的，这些年来，嫂子确实对他对我真是一样的疼。有你什么事的？这对我就完了呗。这真是很好。您想，我们俩这么些年来，就有一次抬杠拌嘴啊，就一次。吵起来了，是在北京王府井，王府井都知道哈。王府井是热闹的所在。哎，走到王府井，我们俩聊天就商量一个相声作品啊，因为段子。我说这个节目就应该像穿衣服一样，什么意思？一层一层裹严似的。哦，让观众觉得想不到。哦，他说不对，我的态度呢？他认为应该像脱衣服一样。这怎么讲？一层一层全脱了，让观众觉得恍然大悟。哦，理解不一样。艺术理念很难说服对方。是，那就正经。三说五说，我说一定是穿衣服，他说不对，一定脱衣服。说不过，我脱给你看。我，这还穿着这个呢。哎呀，我手机还没换呢，这个一丝不挂，都脱了。王府井啊。那天有一个全国省市所有的旅游团的一个大项目，都在400多辆车，嚯，5000多游客，哎呀，人都激呀，他跟这儿光着屁股，那不是就看我了吗？仗着是39的第2天，这冬天呀，把我臊的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赶紧把他衣服都抱走了。对，呵，太缺德了，您这个。到家，他媳妇儿给我来电话。啊，你缺德不缺德？骂上了吧？他冻了感冒发烧肺炎了，是啊，住医院了啊！瞧瞧，你来一趟，我得好好批评你。哦，我住院了，让你来一趟，批评我啊？去吧，洗澡换衣裳，干干净净的，啊！您这是接受批评去了吗？有一个接受批评的态度。哦，来到你们家，敲门。哦，啪啪啪，多拍几声，里边听不见。您这一听里边出来人就是你媳妇儿，怎么听出来的？一边走一边还唱了小曲儿啊，他喜欢唱，哪儿啊？这毛裤都脱了，您门开了啊，嫂子站在这儿，哦，穿着个超短裙。我什么天儿穿超短裙？在家怕什么了？啊，就这样了。超短裙怎么叫超短裙？到锁骨。哎啊，那不叫超短裙，那叫假领子。那个
上边这边儿啊，在这锁骨上头。谁问你上？我问下边。下边在锁骨的下边。哎，还是这么长啊？没有这样的。进来啊，嫂子您好，先鞠躬，规规矩矩的。那应该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，多好啊！嫂子您好。哎，嫂子大家闺秀，他说什么呀？死鬼。哎呀，大家闺秀说这个，看得出来是真爱你，很生气是吧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这是跟谁生气呀？这是。进来，哎，啊进来啊，进来。吃饭了吗？我说没呢。来吧，吃豆腐吧。啊，吃什么豆腐？弄了个凉菜，小葱拌豆腐，咱吃这玩意儿。还切了一盘金华火腿。哦，嫂子，这是什么菜？不认识。傻呀，什么菜？有一腿。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吗？这个，你就不避讳点吗？吃，先喝着酒啊，我给你包饺子。你这俗话说得好，哪句呀？好吃啊，啊可不如饺子。啊，后边那个呢？好玩啊，啊，哎，可不如包饺子。嘿，嘿，不是这批评呢？你错了，你说说吧。你们俩人能那样闹着玩吗？怎么你还把他衣服抱走？他现在发烧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住院了？我说嫂子没事，八宝山咱有朋友。哎啊，我这发烧了就往你那儿送啊？他要能自个儿走着去，咱们省车钱。没听说过，我自个儿往炉子里走，多瘆得慌啊！这个，你少来这套，以后你不许这样了。嗯，你这玩意儿，嫂子说服了我。打明儿起我就学英语，你这玩意儿，英语里没这词儿，啊，太别扭了。这个你看批评我心服口服是啊，啊。当然，回过头来还得说于谦儿，有什么可说我的呀？你不应该呀，怎么了？你傻呀，说拖你就拖呀，啊，同着那么些个人，对不对？以后好好的。另外，我也批评你，怎么了？心思得搁在专业上。我们就是因为专业才你那心思都搁在你那3大爱好上了。怎么了？我抽烟喝酒烫头的，没有。你这个岁数以后，烟酒别动了。干嘛让我戒了？这一句话说的简单，哪那么容易啊？这是瘾啊，这是。好家伙，不让抽烟，谦儿跟家难受啊。难受不爱擦玻璃去呀？我怎么老这姿势啊？我们这无鸡六兽，无鸡六兽说这个说嫂子也心疼啊。那吃点零食吧。哎，那这遮一遮，蘸着嘴啊，给他炒黄豆，炒黄豆当零食啊？干炒黄豆，哦，大铁锅炒黄豆10斤呢，一天吃10斤，每天睡觉前吃10斤干炒黄豆，比主食都多。这10斤黄豆啊，吃完叫渴呀。那是桶装水得喝1桶半，得稀释一下。列位，一般的驴都受不了。对，驴干嘛？驴干嘛呀？10斤炒黄豆，1桶半水啊，吃饱喝足，炕上躺着去了，消化去了。这点玩意儿，你想，他消化差不多也得天亮了呀。那是，肚子里边胀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啊。一般到早晨6点，开始释放。什么叫叮当大的令大令定他？嗨，高高山上有2只羊。我听高峰也刚才放了一段。我放出一副板来，合着这啊。啊，他6点叮咣5次放10分钟啊，嫂子一般6点半才能苏醒过来。哎啊，熏晕了这是啊，6点半这尘埃落定，没有那么大土，他才醒。打磨脸，一脸的豆面儿。嗨，我都磨成粉了这个。哎呀，这才醒。3天5天性，时间长了受不了。那谁受得了？嫂子说：“我不给你炒黄豆了。”哎，翻脸了，我不吃黄豆就离婚。这我吃黄豆上瘾了，感情那还是给他弄呗啊！一边炒黄豆一边骂他。哦，你就那么放啊？早晚有一天你得把肠子放出来。
你自己随便说，不往心里去。那是这有一天早上起来，他媳妇儿起得早啊，5点多就起了，哦，给他做早餐。做什么早餐北京名小吃卤煮，啊？这叫卤煮小肠嘛。就是猪肠子呀。对，洗这肠子，想起什么来了？哼，不是怎么意思？我老吓唬他，你会把肠子放出来，他也不信。哦我今儿把这肠子给他搁被窝里边，啊，他放完一害怕，以后就改了。这烧有点损呢，这个。整挂猪肠子50来斤呢，嚯！擦干净了，一大挂，哦，好进屋啊，撩开被窝，哎呦，好家伙，50来斤肠子全扔里边了。媳妇儿出来包葱包蒜，看着表，6点准响啊，就听屋6点叮当，怎么打住了？门开了，于谦把脑袋探出来了，嗯，脸都白了，吓得。咣把门关上了。20分钟又出来了，哦，没事了媳妇儿，我可不是吓唬你，啊？你老说我得把肠子放出来，我还不信，是啊。今儿个真放出来了。啊？但是你别害怕，怎么呢？我都给他塞进去了。这